南印骤雨染尘寰，血色倾盆落九天。镜下微粒寻真迹，藻菌飘零解谜团。大家好，在下奇闻居士。2001年的夏天，在印度喀拉拉邦发生了一场诡异的降雨。它并非在某个偏远的山区，而是在人口密集的城镇。成千上万的人亲眼目睹了这场超乎想象的血雨。这场血雨并非昙花一现，而是连续持续了2个多月。有人说这是末日的前兆，也有人认为是外星力量的降临。更诡异的是，除了红色，还有人看到天空降下了黄色、绿色，甚至是黑色的雨。科学家们把目光聚焦到显微镜下的时候，却发现雨水中充满了类似细胞的红色颗粒，而这些细胞竟然找不到 DNA。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？是某种我们从未见过的生物，还是来自外太空的未知生命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到2001年的喀拉拉邦，去揭开这场血雨背后隐藏的秘密。时间回到2001年的盛夏，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，一场奇异的降雨打破了宁静。那一天是7月25日，人们一如往常的生活着。然而，当雨滴落下时，他们发现这并不是普通的雨水，而是鲜红如血的液体。那雨水染红了房屋，染红了衣裳，也染红了人们的心头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这场血雨并非昙花一现。在接下来的2个月里，它时断时续的降临，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。当地居民开始议论纷纷，有人认为这是天降异象，是不祥的预兆，末日即将来临；也有人则窃窃私语，认为这或许是外星力量的干预。除了红色，还有人报告说天空还曾降下黄色、绿色甚至黑色的雨水。这让整个事件更加扑朔迷离。根据当地人的描述，第一次红雨发生前，天空曾出现过闪光，伴随着巨大的雷鸣声，而一些树木也在雨后出现枯萎的迹象，犹如被火焰灼烧过一般。奇怪的是，这场雨往往只降临在很小的区域，有时甚至只隔着几米，一边是正常的雨水，另一边却下着鲜红如血的血雨，而且持续的时间通常不超过20分钟。在更早的1896年，喀拉拉邦和斯里兰卡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彩色雨现象，但其规模和持续时间都远远不及这一次。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诡异现象，人们不禁要问：这血雨究竟从何而来？它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？面对这场无法解释的红雨，人们开始寻找答案。最初，气象学家认为这可能是阿拉伯沙漠的沙尘被风吹到喀拉拉邦造成的。毕竟，在红雨发生前，确实观测到大气中有沙尘云。然而，这个解释很快被推翻，因为沙尘的影响范围应该更广，不可能只局限在喀拉拉邦的局部地区。接下来，各种猜测纷纷涌现，有人认为是工业污染导致的，或许是某种工厂排放的化学物质与雨水混合在一起，才变成了红色。但也有人反驳，因为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红雨，那时候根本没有现代工业。还有人猜测可能是火山灰，因为在2001年夏天，菲律宾的马荣火山正好爆发了。但是，火山灰也不应该只在喀拉拉邦出现，并且持续2个月之久。陨石撞击的说法也曾让一些人信以为真，因为有人确实听到了巨响和看到了闪光。但陨石爆炸应该会产生更大范围的影响，也无法解释红雨的持续性。各种线索如同散落在地上的碎片，无法拼凑成完整的图画。就在人们一筹莫展之时，一位名叫戈弗雷·路易斯的物理学家走入了人们的视野。他决定亲自探寻这红雨背后隐藏的秘密。他收集了红雨的样本，并将其带回实验室。在显微镜下，他看到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景象：雨水中没有沙尘，没有火山灰，取而代之的是无数微小的、类似于生物细胞的红色颗粒。这些颗粒
仿佛在向他诉说着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密。路易斯博士意识到，他或许触碰到了一个远比他想象中更复杂、更神秘的领域。路易斯博士的发现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关注。他使用电子显微镜观察这些红色颗粒，发现它们呈现球形或椭圆形，大小约在4到10微米之间。它们看起来很像单细胞生物，并且每1毫升的雨水中都含有数百万个。对这些颗粒的化学分析表明，它们的主要成分是碳和氧，并含有少量的硅和铁。这些成分与有机物质相符。然而，最令人惊讶的是，路易斯博士在尝试检测这些颗粒的 DNA 和 RNA 时，却一无所获。这让整个事件更加复杂化，因为没有 DNA 的生物细胞似乎是违反常理的。路易斯博士大胆推测，这些细胞可能是外星起源，可能来自一颗在地球高空解体的彗星。彗星的碎片在空中散落，并随着雨水降落到地面。为了验证自己的观点，路易斯博士还注意到，在第一次红雨发生前几小时，当地确实出现过音爆，这很可能是一颗彗星进入大气层时产生的冲击波。他认为，彗星带来的这些红色细胞飘散在空中，在漫长的降落过程中与云层相遇，最终形成了这场令人震惊的血雨。路易斯博士的研究在2006年发表在了《天体物理学与空间科学》杂志上，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。一些科学家对此表示怀疑，认为他的理论过于牵强，缺乏确凿的证据，而另一些人则开始认真对待这一观点。他们认为，这或许是泛重论的有力证据，即生命可能在宇宙中广泛存在，并通过彗星等天体进行传播。与路易斯合作研究的还有钱德拉维克拉马辛格，他是泛重论的主要支持者之一。他们对红羽细胞的深入研究显示，这些细胞竟然能在121摄氏度的高温下繁殖，而且它们的荧光特性与一些宇宙尘埃云的发射光谱非常相似。正当人们对红雨的起源感到一头雾水时，更多的科学研究揭示了隐藏在背后的真相。另一批研究人员，包括米尔顿·温赖特，也在继续对红雨中的细胞进行分析。米尔顿·温赖特在谢菲尔德大学的实验室中，通过染色发现细胞并非是尘埃。他最初认为这些细胞与锈菌孢子相似，之后证实它们与孢子或藻类相似。在2013年，新的研究显示，红羽细胞中其实是含有 DNA 的。之前的失败是因为细胞的红色色素阻碍了 DNA 染色，这表明这些细胞确实是生物细胞，而并非什么不明外星物质。那么，如果红羽中的细胞是生物细胞，它们又来自何处呢？最终，人们将目光锁定在一种名为环纹藻的绿藻身上。这是一种原产于奥地利的藻类，通常生长在树皮和潮湿的土壤中。研究表明，这种藻类的孢子可以通过气流传播，并在强降雨期间大量繁殖，释放到空气中，与雨水反应形成红褐色，从而导致了红雨的出现。研究人员甚至追踪到，西班牙的红雨也是来自北美一种叫做雨生红球藻的绿藻。这种藻类由于受到化学压力而变成红色，就像2个来自不同大陆的旅人在风的指引下各自抵达了目的地。虽然红雨的谜团最终被解开，但它也提醒我们，自然界的鬼斧神工远超乎我们的想象。